美国宣布延长数百种中国商品的关税豁免期，那这是否是中美贸易摩擦翻篇的前奏呢？中美真的会和解吗？主持人好，中美贸易摩擦呢并没有翻篇，双方呢仍然是以竞争为主。我们呢要查看一下美国延长关税豁免期的中国商品都是些什么？是泵和电动机等工业部件，一些汽车零部件和化学品，自行车和吸尘器，以及呢与冠病预防相关的口罩、检查手套和洗手湿巾等医疗产品。这些产品呢，相对于芯片、计算机而言，都是中低端产品，不会影响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所以呢，就把豁免期从今年的12月31日延长到明年的5月31日。中国财政部呢，此前也宣布延长对美国部分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期。这种你延长我也延长的态势呢，就说明中美贸易摩擦仍然在持续，只不过呢，部分商品暂时豁免关税，到期后呢，也许呢还要加码。美国呢不直接取消对这些中低端产品的关税阀门，仍然摆在那儿，会随时起运，就说明中美间呢仍然是以竞争为主。要是再看看美国对高端产品的限制措施，比如说呢，以国家安全为名，对高端芯片和芯片生产设备对华出口设定了新的限制，还要动员荷兰、日韩等国联手对华实现，就说明呢，中美经贸和技术竞争仍然激烈，远没有到和解的程度。中美经贸和技术竞争呢，恐怕要延续好些年。现在双方均豁免一些关税，不过是维持比较低的限度的这个贸易往来，或者说呢，就是降低风险。美国的美光科技和中国的福建晋华结束6年纠纷，达成全球和解协议，被视为中美半导体巨头间的重磅和解。那对此您怎么看呢？美光科技和福建晋华之间的和解是中美企业间协调冲突的良好范例，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呢，要说是重磅和解，也许呢有些言过其实。什么事儿才能称得上半导体的重磅和解呢？就是美国不再对出口中国的芯片及芯片技术和设备设限，起码呢不要干预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芯片和技术进出口。有些业内人士知道因为2016年美光科技对福建晋华提出知识产权诉讼，2018年呢，美国司法部将福建晋华列入实体清单，对其实施出口管制，这就导致呢，福建晋华投入了60亿美元建好的厂房和设备，在开业前呢被迫停止，失去了在存储芯片领域发展的机会。要不然呢，现在的世界存储芯片领域在三星、海力士、美光之后，或许呢有福建晋华的名字。毕竟呢，中国有广大的市场。美光科技和福建晋华实现和解本身呢，就是中美芯片竞争态势变化的结果。美国芯片企业对美国政府的芯片禁令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迫使美国企业呢自身加以突破，见招拆招。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企业，为了规避这个美国芯片禁令，不丢掉中国的市场，对中国市场呢进行特供政策。但是呢，美国政府更严苛的禁令又来了，给中国市场的特供产品又要受限，那只能再缩水。美光愿意和福建晋华和解，也许呢是用技术来换市场，也是特供政策难以为继的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最后美国的芯片禁令导致中国芯片研发热气腾腾，人力财力都集中于这一领域，而且呢，中国掌握着制造芯片的关键原材料。美国企业呢将在未来几年才会感受到来自中国芯片企业的强大压力。因此呢，对美国芯片企业来说，在中国市场还是从善如流为好。美光科技与福建晋华的和解呢，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美方对总货值达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301关税，但同时美方又宣布再次延长其中429种商品的豁免关税期限至明年5月底。值得注意的是，明年将是复审301关税清单的最后期限，美方届时会取消还是加码？另外，此前被中方调查的美国存储芯片企业美光公司宣布与福建晋华结束6年的诉讼，达成和解。美光方面是出于何种考量？来看分析。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6号宣布，将延长对352项已恢复豁免关税的中国进口商品，以及77种与新冠防疫相关的中国进口商品的301条款关税豁免期，期限由今年12月31号延至明年5月31号。相关商品类别包括泵和电动机等工业部件、一些汽车零部件和化学品、自行车和吸尘器，以及口罩、检查手套和洗手湿巾等医疗产品。据悉，2018年和2019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总价值约37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受负面影响最深的是计算机设备、半导体、家具和音频视频设备等。至于这次美方将豁免期限延长的原因，是因为按照规定，每4年需对相关商品目录进行一次审查。去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启动首批审查的意见收集。目前已经进入第2阶段及内部评估。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所收集到的1497条公开意见中，大多数都赞成取消某些关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宁南对深圳卫视表示，研究显示，实际上301关税大部分都被美国消费者承担了。美国之所以维持301关税，是为了胁迫一些产业链转移出中国。美国在历史上，每当遇到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下降，就会使用加征关税等保护主义做法。应该说，美国产业全球竞争力上不来，就难以放弃加征关税这种错误做法，本质上是失去对公平竞争的信心，把侥幸心理寄托在难以奏效的保护主义政策上。观察指出，豁免直至取消加征关税对中美双方都有好处。今年5月，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赴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时，曾就301关税问题表达关切。之后，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复审，中方当时也宣布豁免为反制美方301关税措施所加征的95种商品的关税。近日，中方将这一豁免清单延长至明年7月底。外界认为，这显示中美双方近期都在这一棘手问题上累积善意。但美方一边加征关税，一边又豁免的方式一直备受争议，这无疑是美方为增加政治筹码的操弄，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在拜登上任之初，就有美国商界及舆论强烈呼吁他行使总统权力，取消对华加征关税，但拜登并没有这么做。还有消息指出，美方未来或将对中国企业生产的传统芯片以及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根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本月初在里根国防论坛上的说法，美国将继续施压盟友对中国进行芯片围堵。但过去几年中，美方胁迫行为已经对原本分工合作密切的东亚半导体产业链造成破坏。韩国东亚日报指出，韩国在传统半导体方面对中国产的依赖度很高。如果美方胁迫韩方不能使用中国制造的半导体，韩国生产的家电产品、智能手机、汽车的竞争力就会出现问题。此外，如果美国对在中国生产的半导体征收高关税，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在华投资庞大生产线的公司将蒙受巨大损失。周宁南对深圳卫视表示，美国政府近年来胁迫芯片产业链回归美国，但实际上却出现了一些芯片生产线宁愿转向距离中国较近的东南亚和南亚，也不愿回美国的状况。美国扰乱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做法，已经给东亚半导体产业链带来了破坏，被迫投资并不具备芯片制造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应该说，未来全球芯片产能过剩，产业出现生存危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悬在东亚半导体产业链上方。但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也为东亚半导体产业链提供了巨大机遇。如果能够积极投身于中国半导体自立自强、开放创新发展中去，东亚半导体产业链将进一步享受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红利，仍然具有光明前景。美国《纽约时报》则认为，美方强推产业去中国化，将反过来倒逼中国企业去美国化。由于美方的供应链受到政治因素干扰严重，不断升级的断供行政令令中国企业不得不寻找可靠稳定的来源，他们将合作的目光转向了国产替代品。销售数据显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订单正在快速增加。该报认为，虽然目前中国芯片并不是最先进的，但只要持续获得丰厚利润，技术上实现反超只是迟早的事。中美在芯片领域激烈博弈，一些美国企业也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此前，美存储芯片巨头美光公司就曾因未通过中方安全审查痛失中国市场，而其在中美高新技术博弈中曾被指发挥所谓美方打手角色。但近来这一态势正发生明显变化，而美光公司也在调整姿态，做出连串积极努力，争取重返中国市场。12月24号，彭博社援引美光的邮件报道称，美光透露已与福建省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达成和解。美光科技发言人在邮件中称，两家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各自撤回对对方的指控，并结束彼此之间的所有诉讼，但未透露更多信息和细节。分析认为，此和解意味着这起历时6年的中美存储芯片企业专利纠纷出现关键转折。不过，福建晋华尚未公开回应此事。分析认为，此番美光的表态对于芯片产业来说可能是一大利好。存储芯片行业正处于复苏趋势当中，相关的投资机会可能也在酝酿。2017年，美光向美国加州联邦法庭控告中国企业福建晋华公司和联电公司，宣称后者窃取知识产权并出售相关技术。面对无端控告，福建晋华也就美光一系列在华销售的产品涉嫌侵权，对美光提出反诉。2018年10月，美国商务部称，晋华有可能使用来自美国的技术，威胁到了美国军事系统基本供应商的长期经济生存能力，并将晋华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半导体设备厂商驻福建晋华人员随即全部撤出，所有设备装机、工艺调试全部终止，迫使联电暂停与晋华的合作。福建晋华投入60亿美元的厂房被迫停产。科技界当时评论称，这是全球产业发展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胁迫毁约事件，将严重影响美国企业的商业信誉。双方企业相互撤回诉讼是一个好的征兆，但是从结果导向来看，实际上对各自的伤害已经造成。未来的这个前景展望，我个人感觉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数，只是双方看到了市场才是我最为重要的变量。以前的这些起诉也好，然后双方相互征战市场的一些手段也好，都显得不足为道，所以双方才握手言和。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在南海屡屡生事，不负责任地升高地区紧张局势。中国外交部连续多天就此发声，要求菲方做出理智的抉择。日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虽然美国一直在帮助菲律宾进行联合海上巡逻，但人爱礁问题是菲律宾关切的问题，菲律宾人打算自己解决。针对日美此前传出美菲已开始就坐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的结构进行非正式讨论的消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专访时表示，就马德雷山号的具体情况而言，菲律宾人希望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但矛盾的是，马克思同时指出，美国作为菲律宾的条约盟友，并不是唯一一个派遣舰艇在该地区进行巡逻的国家，包括日本、加拿大等国也参与其中。深圳卫视注意到，此番表态是在马克思本月前往日本出席日本东盟峰会时作出。上个月，日经亚洲援引知情人士称，马尼拉和华盛顿正在进行非正式讨论，其中马德雷山号还能在未经修复的情况下停留多久是讨论的重点。马德雷山号以搁浅之名已在仁爱礁坐滩24年，中方多次敦促菲方拖走非法坐滩军舰，但菲律宾方面置若罔闻。如今眼看舰体老化严重，无法坚持更长时间，菲律宾也增加了在相关海域挑衅的力度，导致中菲关系陷入紧张。此次马克思表态希望菲律宾能自己解决问题，则被解读为在当前形势下，菲方试图与美国划清界限，至少在姿态上表明菲律宾希望保持自主性的意愿。同时，这一表态与中方一直坚持的仁爱礁问题属于中菲之间双边问题的立场是比较接近的，为双方就海上分歧进行对话协商，避免更严重的摩擦发生，创造了一定条件。他现在也很清楚地认识到，包括国内很多的有识之士包括他国内一些政治、经济、那么工商界的人士，其实一直以来也在呼吁菲律宾的政府要选择一条最适合菲律宾人民的道路，而不是说把自己推到美国现在试图在印太方向上展开了一种新冷战的前线去。那么因此呢，我觉得菲律宾方面现在，尤其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那么在很多表态方面，实际上我觉得应该开始逐渐的恢复到理性。然而，菲律宾是否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引发外界质疑。采访中，马克思并未就所谓解决问题做出解释。如果解决意味着向军舰提供大规模建筑补给物资，无疑违反此前菲方只提供人道物资的承诺。加上菲律宾的船吨位较小，速度较慢，如果真的要进行大规模建筑物资
资补给。从长远来看，仍要借助美国等域外国家的力量，这也将进一步激化当前形势。更让外界担忧的是，菲律宾军方态度仍十分强硬，导致南海问题热度只增不减。25号，菲律宾军方发言人阿吉拉尔辩称，菲律宾没有在南海挑起冲突，并颠倒黑白，妄称是中方所谓危险操作造成海上碰撞。一天前，人民日报钟声发表题为“无视中方善意和克制的南海挑衅行径极其危险”的评论文章指，菲方倚仗域外力量支持，无视中方善意和克制，一再挑衅中方原则和底线，这种行径是极其危险的，对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展造成严重危害。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如果菲方误判形势，一意孤行，甚至与不怀好意的域外势力相互勾连，继续生事生乱，中方必将依法维权，坚决回应。菲律宾军方的最新表态也被认为是对此篇评论的诡辩。针对菲律宾不断否认和拒绝中国在南海的警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6号表示，近期中菲在南海发生的一些事态，完全是菲律宾改变政策立场、违背自身承诺、违反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蓄意侵权挑衅、制造事端，责任完全在菲方。中方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也希望菲方能够做出理智的抉择，回到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同中方一道管控好海上局势。菲律宾当局配合美国挑衅南海的举措引发非国内舆论不满。一方面，菲律宾的一份民调显示，只有7%的菲律宾民众关心南海争端，而93%的民众更关心的只是高物价、通货膨胀、就业、日益猖獗的犯罪问题和毒品问题等。另一方面，菲律宾政界、商界和学界人士普遍认为，南海争议不是菲中双边关系的全部，呼吁加强对话协商，强调睦邻友好才是发展两国关系的正确选择。非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施东方就明确表示，重新调整和加强菲中关系关键且必要。他强调，两国友谊的历史基础，主张进行有远见的关系重启，以促进繁荣的未来。鉴于菲律宾目前是东南亚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他表示，与主要合作伙伴，尤其是中国，保持牢固的关系，对菲律宾持续的经济成功至关重要。对于菲律宾军方的一些人来讲，那么菲律宾现在呢，至少是看起来美国方面是保证予以支持的，而且美国相信以美国军方的这种传统，也会试图对菲律宾军方的一些高层试图进行个人方面这种拉拢，包括我们说给予他前途的一些保证啊。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当然我相信菲律宾国内的政治，那他在政界、军界、商界的博弈呢，在未来还会继续进行。12月27号上午，国台办举行2023年最后一场例行新闻发布会，就当前两岸热点议题，发言人陈斌华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民进党赖清德近日声称，若他当选，则两岸战争的风险最低，陈斌华回应称：“你们信吗？台湾民众会相信吗？我看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随着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日益临近，在今天2023年最后一场的国台办记者会上，20多个提问多数与之相关。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对于赖清德声称若当选将降低两岸战争风险的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给出了直接回应。他表示，台独意味着战争，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立场，不断推高台海形势紧张动荡，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他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反对台独、维护和平是正道。近日，赖清德在接受专访时曾声称，若他当选，则两岸战争的风险最低，因为他的路线最正确，也是国际社会的做法。许多国际媒体认为，台湾现在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台海形势处于最危险时刻。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当局的头面人物，自诩台独工作者，却说自己当选风险最低，你们信吗？台湾民众会相信吗？我看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
事实上，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26号举办的涉两岸关系的研讨会上，该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信贤就认为，如果赖清德当选，那么两岸关系可能会更加紧张。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张武岳也同场表示，如果民进党赖清德胜选，未来两岸之间不用再想要谈判协商或者对话找新共识，那是骗大家的。因为以目前的两岸关系的政治互信基础，相信赖清德如果当选，不可能会比蔡英文有更进一步对两岸关系有新的论述。他还特别强调，岛内2024选举的结果不会影响到大陆的统一进程。中国国民党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候选人侯友宜近日发表的两岸政见包括2大目标、3个监督管道和4个战略纵深主轴等内容，表示若当选将推进与大陆对话协商交流合作。对此，陈斌华回应称，台海和平稳定，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就能增进；台海紧张动荡，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就会受损。当前，台湾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只要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关系就能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两岸协商谈判就可以恢复，什么问题都可以谈，都好商量。衷心希望两岸同胞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再创繁荣发展新局。目前，大陆宣布终止台湾12项石化产品的 ECFA 关税减让，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但台陆委会竟称是政治操纵，目的是所谓借选。对此，陈斌华回应称，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在9·2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签署实施的，与 ECFA 有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9·2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予以妥善解决。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9·2共识，破坏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是 ECFA 相关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的根本原因。有关部门决定终止 ECFA 部分产品关税减让，合理合法，有据有节，是正常的经济行为。在事实面前，民进党当局颠倒黑白的说辞不攻自破，包括对所谓大陆用连锁手法介入台湾选举的说辞，也根本站不住脚。民进党当局一再操弄脸面手法，只会让台湾同胞更加看清他们的自私自利，看清他们没有诚意改善两岸关系，无心也无力解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问题。此外，外界还注意到，本月22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提到，美国要全面武装台湾军队，增强台湾地区的自我防卫能力，还首次呼吁与台湾地区进行网络安全合作。民进党当局随即表达感谢。对于美台进一步勾连，陈斌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同时，陈斌华还强调，民进党当局声称战争不是台湾的选项，却加紧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甚至不惜牺牲岛内民众生命福祉，极力迎合美方将台湾打造成火药桶、地雷岛。无论民进党当局从台湾获得多少武器，都动摇不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都抵挡不了我们粉碎台独图谋、维护国家主权的强大能力。美方一些人嘴上说希望台海和平稳定，实则加速武装台湾，为台独分裂势力递刀子、送枪炮，鼓动两岸对抗，在台海拱火浇油。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所做的严肃政治承诺，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涉台消极条款，立即停止武装台湾，停止毁台害台行径，停止介入台湾地区选举。
针对美方将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签署成法，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许东27号也发表谈话指出，该法案有关涉华消极条款大肆操弄涉台问题，鼓吹对华战略竞争，渲染中国威胁，推动对华关键领域去风险，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任何以台制华的玩火挑衅行径注定失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强烈敦促美方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不得实施上述法案中的涉华消极条款，不要在涉及中国主权和核心利益问题上铤而走险。美方应该与中方相向而行，以实际行动落实好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候选人第2场政见发表会26号登场，侯友宜、赖清德、柯文哲再度交锋，共进行了3轮政见发表。岛内媒体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赖萧配小幅上涨，继续保持领先，而中国国民党侯康配维持不变，民众党柯银配却跌破2成。在20号举行的第一次政见会中，侯友宜攻势凌厉，锁定赖清德与民进党的台独主张、贪腐等问题，强力批判。而在26号的第2场政见会上，侯友宜继续强调，赖清德无法务实看待两岸关系，尤其是赖的台独主张是两岸跨不去的万重山。侯友宜表示，若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他将立即启动与大陆的协商。此外，他还痛批民进党爱财色，成桃花党。民进党这几年你看，发生了10多件的性骚扰案，更不用说这里面还有很多贪污腐败、喜好财色的案件爆发。柯文哲同样将炮火对准赖清德，尤其在第3轮政见发表时，一改此前较为温吞的讲述方式，恢复日常毒舌风格，直接向赖清德发难，问他真的坚持2025非核家园吗？可更嘲讽道，坚持的话票就跑一大半，而且是企业界的。不过，对于蓝白的双重质疑，赖清德没有正面回应，反而花了一半的时间操作抹红抹黑。在无明确证据的情况下，赖清德直接给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和台当局前领导人马英九戴红帽子，并分话说侯友宜是局外人、门外行。那么这样一种赖萧配，它有可能会对两岸关系所制造的破坏，对于岛内的民众的这样一个长期稳定的这样一个生活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危害，那么实际上是需要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评估并且我们讲它不是只是对于过去的重复。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民进党的这样一个贪腐问题，一方面是我们看到现在岛内的确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那么在民进党的这样一个治下，可以说是出现了一个系统性的治理危机和一个系统性的舞弊腐败的这样一个政治失灵的状况。按照岛内选举规则，第3场政见发表会将于28号举行，之后由台湾11家媒体共同举办的候选人电视辩论将于30号下午2时举行，抽签顺序为赖清德、侯友宜、柯文哲。副手候选人辩论会则是明年1月1号下午2时登场，抽签顺序为萧美琴、吴欣盈、赵少康。在2场政见会后，3组候选人的民调也发生微妙变化。根据 ET-Today 民调云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赖萧配的支持率与上次相比微升 1.9个百分点，来到 38.1%。国民党侯康配的支持率不增不减，维持在 34.8%。民众党柯银配则流失 1.5个百分点，支持率跌破2成，来到 19.2%。ET-Today 新闻云报道称，究其原因，赖萧配在50至59岁年龄段的支持度和上次相比往上狂飙了 15.9个百分点。另据立场偏绿的美丽岛电子报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赖萧配支持度为 38.7%， 侯康配以 29.7% 居次，双方差距9个百分点，和26号公布的第97波民调结果大致维持不变。柯银配支持度为 16.6%， 持续垫底。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民调，我觉得我们可以要小心观察，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是要去看它未来的几波民调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趋势就突然说真的那个赖萧往上面走，然后我们往下面走，否则的话，我觉得以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实在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民调到底赖萧为什么往上走。
岛内选举进入倒计时，在蓝白支持者基本盘基本固化的情况下，中间选民特别是年轻人成为左右选情的关键。有分析指出，综合民调来看，相对于各政党注重的政治议题，年轻人更在意的房价、薪资等议题，这也会成为蓝绿白选战后期的焦点。那么这些不同标签的，可能会在蓝绿之间去观望、摇摆、游走的一度曾经会去支持其他的政治势力的这部分选民，那么他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未来不到1个月时间里边，成为影响选举的一个关键的变量。根据统计，岛内40岁以下选民约有600万，谁能争取年轻人选票，谁就有机会获胜。不过，岛内年轻选民手中的选票向来又被称为空气票，具有较难预测的特性。台湾中正大学政治系教授庄文中说，年轻族群投票相较不受政党偏好影响，所以投票的原因要考虑更多因素。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庄伯仲说，台湾多数的选举其实是5%的战争，一来一往就是10%，20到30岁的年轻人是个变数，年轻人的影响力未必可以让人当选，但失去年轻人的选票可能落选。另据台湾选务部门统计，此次选举首次投票的20到24岁的00后人数约为102万，虽然占总选举人数不到1%，但网络世代首次参与投票的人常是被视为岛内社会议题的造浪者，引领政治人物跟进。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钮泽勋说，他们的特性是没有传统的政党倾向，对候选人的好恶变动快速，可以片刻造神，也可以瞬间毁神。那么总体而言，就是一方面我们讲这次岛内的2项选举，它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岛内未来民众4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这样一种生活的状态，他们岛内的和一个前途命运、两岸之间的关系。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些问题根本性的问题的一个选择，它不但是岛内此次选举的重要的议题，同样也是关乎到这个所谓的台湾的行政当局它的一个所谓的有效性、一个所谓的合法性方面的一个问题。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已经临近，那您觉得整体选情中蓝营的处境如何呢？台湾临近选举只有10几天了，在这个时候评估选情无论是政见辩论还是其他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等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呢，我观察目前台湾选情，从基本盘来看，有4个关键点应该把握。第一，绿营基本盘小于非绿基本盘。几乎任何背景的民调都表明，民进党执政不得人心。如果非绿及蓝白能整合的话，应该会大于绿营的。尽管今天这个局面已经难以形成了但在台湾以及岛外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了解这个基本事实，就是民进党并不代表台湾民意的多数选择。这在选举政治的价值判断乃至台湾民意的整体评估上是至关重要的关键点。第二，白营的走向可能是一个变数，值得关注。目前蓝绿阵营已经整合归队，并且逐渐形成了2大格局，催票的余地也日渐缩小。可是柯文哲代表的白营虽已经弱化，但还是有形成变数的操作空间，包括可能出现的局部弃保效应等等。但是白营支持者如果临选无望而转向，对蓝绿而言谁更有利呢？这恐怕是一个复杂的变数，既有易于转向人群的蓝绿倾向分布因素，又有柯文哲本人的态度引领，更有蓝绿操作及外部环境如中美关系的综合影响等等，值得关注。第三呢，从目前来看这次岛内选举虽然历经波折，但非绿阵营大而不和及绿营微弱领先的基本格局一直没有重大的改变，这是台湾选情表面凸显的现实局面，也是历次民调的基本结果。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第四呢，是关注重点了，就是蓝营的状况。虽然近几年来蓝营略显低迷，这次选情呢也一直没能领跑但是和2020年选情相比，蓝营正在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有利态势，特别是民进党搞台独将带来战争风险的压力和贪腐无能的劣迹，蔡英文这后8年的负面新闻比陈水扁的前8年还要多，就使得下架民进党
成为了多数民意呼声，这是对蓝营最主要的有利因素。总之啊，虽然今天各种民调蓝营的支持率始终没有超过绿营，但蓝营确实在整合向好，这个态势对于选情，甚至对今后台海局势的综合发展都很正面。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把握岛内选情的走向，并且做好各种准备来面对各种复杂的局面。最近大家都很关注台湾这次选举，那您觉得它会对台海局势发生很大的冲击或者影响吗？我觉得呀，现在的台海局势已经出现了一种动态的稳定结构，即虽有动荡，但基本可以维系相对稳定的既定格局，很难因为选情等内外因素发生重大的改变。我把它概括为4个难以改变。第一，无论今后几天选情如何，在目前临近只有10几天的情况下，无论是所谓的候选人辩论，还是可能会有一些类似当年319枪击案那样的突发事件，我估计呢都不至于根本性的影响到这次台湾选举的结果。第二，这个时候大家当然都很关注，就是选举谁会上台，上台前后做了什么样的表态或者承诺，会有什么动作，特别是涉及到两岸关系的一些言行。但是我认为，无论这次选举哪一个政党上台，台海的基本格局也很难发生重大的变化。如果是绿营上台的话，赖清德虽然会继续坚持台独主张，进行各种破坏性的负面动作，但北京画下的红线他是不敢触碰的。民进党从来就没有玩这种游戏的本钱，美国也不会支持他冒险，因此他也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稳定局面，稳定两岸关系。而如果蓝营当选呢，应该会回到9·2共识的局面，但几年来台海积累的负面因素太多了，我估计也很难立即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两岸关系的现状。总之，无论谁上台，我们都不能对台海两岸关系发展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第三，虽然台海局势在选后可能依然是错综复杂，处于不确定之中，但是呢，两岸之间还有一个更难改变的一个更大的格局，就是在台海两岸关系的结构上来看，从大陆成熟的对台方针政策，两岸关系这些年的和平发展合作并走向融合发展的方向来看，无论谁上台，也更是难以改变这个大格局，就是大陆和岛内大多数民众希望两岸关系和平稳定，我们一家人希望合作发展过好日子的愿望是主流。台海局势发展方向的主导权一直而且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大陆一方，这是任何人和势力都难以改变的。